想帅到炸裂，美出新境界；去旅游只想抄作业而不想踩雷；想考研究生，但不知道报啥专业、选啥导师能避坑。种种问题都有人在小红书上挂上听劝标签，求各路网友神仙意见。现在连外国友人都素面朝天 po 照片，奋力学写听劝两字，来请中国网友化身赛博谋士，以求华丽变身。其实听劝这场跨文化旋风并非当代独创，古人称之为兼听纳谏，而且可没那么小儿科，关乎的都是救命或赔命、盛世兴邦或江山易手这样的大事呢。话说汉武帝的乳母恃宠而骄，开始飘了，结果犯事儿被判死刑。乳母求救于足智多谋的东方朔，朔哥救我。东方朔邪魅一笑，行刑时记住1步3回头，但别说话。乳母虽不明所以，但生死关头十分听劝。刑场上乳母疯狂上演回头杀，东方朔突然开大，快走啊，皇上早忘了你喂奶的恩情了。重点来了，汉武帝瞬间破防，朕怎么能忘呢？当场赦免。这波操作绝在第一，精准拿捏帝王心，硬汉最吃回忆杀；第二，以退为进，比求饶高级1万倍。有人因听劝救命，当然也有人因固执不听劝而丧命。蔡桓公这位神医都带不动的离谱病人，用生命向我们证明，不听劝真的会要命。春秋时，扁鹊曾在20几天里3劝蔡桓公。第一次劝，病在皮肤，热敷就能好，蔡桓公却嘲讽人家，八成想靠制造问题来邀功。第二次劝，病到肌肉，针灸还能救。第三次劝，病入肠胃，喝药还来得及。结果呢，病窜进骨髓，疼得打滚，才想起扁鹊，可人家早跑路了。其实蔡桓公哪是病死的，是被自己的迷之自信活活作死的。心病比生病更致命，他防的不是医生，是所有说真话的人。大唐最佳 CEO 李世民能开创贞观盛世，不是打仗多猛，不是治国多强，关键也在听劝2字。别的皇帝开会说都听我的，唐太宗开会说各位爱卿快来骂我，他可是把听劝写进企业文化的男人，专门组建谏官天团，其中最硬核的首席杠精魏征堪称大唐第1怼王。太宗想搞泰山封禅大典，魏征不直接说不行，而是说陛下您可是功高德厚啊，但是您怎样做会更好呢？太宗一听立马说的太有道理，朕不去了。因为魏征最深谙唐太宗想成就明君盛世的心理渴求，所以进谏时把唐太宗架得老高，让唐太宗心悦诚服，甚至连看上的美女都能忍痛割爱。后人调侃的没错，贞观之治的 KPI 一半靠众多谏臣的嘴，一半靠太宗的耳朵。大唐最惨烈的人设崩塌事件，唐玄宗李隆基，一个把王者开局完成青铜结局的皇帝。前半生的玄宗勤政爱民，活脱脱一个别人家的皇帝；后半生的玄宗恋爱脑上头，把朝政全扔给奸臣李林甫，活像现代把公司交给 PUA 大师的傻老板。许多大臣，包括宰相张九龄，都苦口婆心地提醒过安禄山必反，但唐玄宗都嗤笑不信，相信的却是李林甫的忽悠。陛下圣明，胡人将领都是陛下的死忠粉，直接为安禄山日后的叛乱埋下祸根。最后安史之乱爆发，李隆基堪称古代版从 CEO 到流浪汉。古人兼听纳谏是为救命和兴邦，现代网友听劝为变得更好，本质都是承认我不完美，但能进步。小红书上外国网友发帖求爆改建议，有人调侃这哪是求劝，分明是东方神秘力量的降维打击。这种真诚互助的风格，甚至让听劝成了文化输出新名片。比起彩虹屁，中国网友更擅长一针见血。你这发色显黑，换深棕色；腰线太低，显腿短。善于倾听建议的人，也总能避坑逆袭。历史反复验证，听劝不是认怂，而是最强生存技能。毕竟连汉武帝、唐太宗这样的大佬都需要众多外挂帮忙，普通人又何必迷之自信去硬扛呢？正如流传广泛的俗语所说，听人劝，吃饱饭，何不保持开放的心态，让听劝成为不需逆天就能改命的途径呢？